唐氏幼儿症的全球新生儿发病率约为100%，现如今这成了活产婴儿中最常见的染色体异常疾病，而天才指挥家周周就是这不幸中的一员。了解这个综合征的人都知道，这种疾病无法治愈，并且患儿智力低下，生长迟缓，不仅无法独立生活，还会给家里人带来巨大压力。于是观众在最初面对周周时，也是抱着欣赏的视角，看他从残障儿童到天才指挥这一时期的成长，同时也在担忧着他的将来。毕竟褪去光环的周周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唐氏儿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天才指挥家周周的故事。1978年4月1日，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日子里，周周出生了。由于是老来得子，夫妻俩都很开心，尤其周周40多岁的父亲胡厚培更是无法掩内心的喜悦。沉浸在喜悦中的一家人也给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取名周周，希望他在人生的海洋里像是一叶小舟，闯荡生活的各个角落。可正如周周生日这天的愚人节一样，上天也给胡厚培夫妻开了一个玩笑。就在周周出生1个月后，医生诊断出他患有先天愚型，说的通俗点就是大家熟知的唐氏综合征患儿。医生随后又解释说，孩子将来的智商可能只有30，相当于3、4岁孩子的智力水平，而最好的情况也只能是这样了。一番交谈下来，胡厚培夫妻陷入了绝望，特别是周周的母亲一度哭到昏厥。好在丈夫胡厚培还算清醒，他认为无论怎么样都应该好好抚养孩子长大，这也是身为父母应尽的责任。于是在他的坚持和开导下，妻子这也选择了接受这个现实。然而养育唐氏儿本就没有那么简单，平日里街坊邻里时不时还会投来异样眼光，这让胡厚培夫妻心里有苦难言。同名电影《周周》里有这样的一个场景，周周智力低下，许多同龄孩子以捉弄他为乐，甚至嘴里还一遍遍喊着傻子。周周不懂得反抗，只能隐忍。而现实中周周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，甚至还有比这更恶劣的场景。身为父亲的胡厚培对此自然是不能接受，再三考虑之后，他决定从教会儿最基本的生存能力做起。在家里，他先是教周周做家务、穿衣服、叠被子，只要是他认为孩子自己能干的事儿，他都会要求对方独自完成。后来为了能让周周适应社会，有一技之长，胡厚培把他带到修车摊前，让他跟着修车师傅学手艺。他认为哪怕只能学会给自行车打气，也算是有一技之长。可没想到周周才干了2天就闯了祸，原因是他把顾客的自行车胎打爆了。胡厚培得知情况，只能代他赔礼道歉，随后便把周周领回了家。但毕竟是老来得子，不忍心看到周周将来备受欺压的胡厚培，只能为他另寻出路。胡厚培自己是武汉歌剧院的一名低音提琴手，为了更好地照顾儿子，他时常会把儿子带在身边。歌剧院里的同事们也对孩子关爱有加，得益于能经常在剧院里听歌看表演，久而久之，周周喜欢上了乐团指挥，并且父亲胡厚培也发现周周对音乐的节奏特别敏感，在这方面具有极强的天赋。起初周周也只是自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，偷偷地跟着音乐比划几下。胆子越来越大的他，趁着大家休息时，便会独自上台，走到指挥的位置上，拿起指挥棒，想象着自己在指挥一场交响乐。胡厚培发现儿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后，表示强烈支持。在周周6岁那年生日时，还亲手打造了一支指挥棒作为礼物送给儿子。自从拿到属于自己的指挥棒后，每次乐团演出，周周都会跟着节奏挥舞，而且让大家震惊的是，他每一次挥动指挥棒都在节拍上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周周拿着指挥棒走上指挥台，和乐团的各位老师一起合作，完美表演了一首经典曲目《卡门》。随着尾声落下，周周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重大机遇。这一天，武汉市电视台张以庆导演在剧院里拍摄节目，恰好注意到了周周。在了解了周周不幸的人生后，张以庆便心生一个想法，要以周周为主角拍摄一部特殊的纪录片，目的就是呼吁大家关注残障人士的生活。在征得周周和胡厚培同意后，张以庆便开始了纪录片拍摄。
1998年，纪录片《周周的世界》播出后，周周从一个普通的唐氏综合征患者一跃成为指挥天才。可随着纪录片越发的火爆，观众们也逐渐发现了其中的问题，不少观众开始担忧起他的未来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纪录片里导演把周周刻画的颇具传奇色彩。影片中的他是一位唐氏综合征患者，但同样是一位热爱音乐、戏曲、话剧的爱好者。不光他本人不在乎自身条件的局限性，他身边的人和事都会对他展现出一种乌托邦式的宽容。乐团会竭尽全力不让周周出丑，公交司机不收周周的车票钱，商场里的游戏城也是格外照顾周周，让他免费玩，商场餐厅更是为周周提供免费午餐。在周围人无限的宽容下，周周不停地辗转于各个剧院、剧团以及表演名家之间。出于对孩子的爱护，大家也都乐意耐着性子去教导他，而周周似乎也很上心，就像片子里展示的一样，口齿不清的他敢壮着胆子在戏班子面前唱戏，而且唱得有板有眼。在跟话剧表演艺术家燕继烈学习朗诵时，他也在努力地学习腔调和神态。这些镜头确实感动了一部分观众，但也同样引来了不少质疑声。一个连生活都无法自理的残疾人，真的会有这么高的天赋吗？从父亲胡厚培的话里，我们或许能找到答案。谢谢大家陪周周玩，这是胡厚培经常说的一句话，看似是一句寻常的感谢语，但背后也隐藏着一个残酷的事实。乐团表演时，周周在台上的指挥环节虽有波折，但乐队成员还是耐心地配合他完成演奏。这时就有细心的观众提出了自己的见解，乐队成员不过是不忍心戳破周周的梦，因为在那一刻短暂的演出里，周周是主角，乐队甚至观众都是在帮他圆梦的 NPC。 当想清楚这一点后，回过头再看周周的成长经历，无论是燕继烈还是戏班的成员，大家都知道周周什么都不懂，他们只不过是带着满心的爱跟周周在玩一场游戏。这一点在纪录片拍摄期间的某次场景中不难得到印证。乐团在一次排练时邀请周周上台指挥，而曲子正是他熟悉的卡门。周周欣喜地上台后，先是做了一个准备的手势，乐手紧跟着进入状态开始表演。可是接下来不是没有声音就是乱套了，一直这样重复好多遍后，乐队才完整的演奏完这首乐曲。2019年，该乐团的指挥家在一次采访时亲口说，周周根本就不会指挥，不过是像普通孩子听到音乐会不由自主的扭屁股一样，只不过他跳的是指挥舞。之所以能够完整的演奏完这首乐曲，还是因为乐队平时的默契，毕竟大家一起练习了无数遍，卡门是闭着眼睛都不会出错的曲目。不过虽说在剧中大家能陪他一起表演，但世界远不止乐团这么大，社会是残酷无情的，人也是良莠不齐的。但凡失去了表演，周周又该如何生活下去呢？起初靠着纪录片的热度，周周的邀约和演出接连不断，足迹遍布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大城市，在国内有着较高人气，也成为了国外诸多知名音乐家合作的对象。2000年9月，周周受邀跟团赴美文艺表演，在这趟为期23天的巡回演出中，周周靠着出色的指挥能力收获诸多掌声，其中不乏同行音乐家被周周完美的指挥所吸引，并发出由衷的赞叹。当然，除了同行们，像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妹妹国务卿黑格也曾对周周的表演加以称赞。据网友爆料，曾有一个市的市长还专门跑到纽约去看周周的表演，并在周周离开后给他写信夸赞这位天才指挥家。可随着热度和名气的消减，他的邀约也跟着少了，收入和曝光度也随之减少，父子俩又恢复到了此前平淡的生活。一度渴望将儿子推到指挥台上的胡厚培，终究也还是要一个人照顾周周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负担着乐团的开支，生活日渐拮据。而胡厚培在经历这一场黄粱梦后，也很明白，周周既不是天才，也没有学会独自生活的基本技能。虽然儿子已经成年，但他的智力达不到常人的水平，如今他的生活还是得靠自己照顾。不过值得骄傲的一点是，他至少不像别的唐氏综合症家庭一样把周周养废。2020年，曾有人拍到40多岁的周周在一家养鸡场工作，
虽说从行动上来看，依旧能看出他并不是太利落，但至少也有了一门谋生技能。是不是天才不重要，对于唐氏儿周周来说，重要的是能够掌握基本生存技能以及来自家人的关爱。目前全球除了唐氏儿这个特殊群体，还有许多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儿童。对于这些特殊的孩子，作为父母需要给予他们更多的爱与呵护，这样才有助于他们接受生活，拥有更好的未来。这段时间大家都在议论 XYY 染色体，也就是超雄综合征。几年前，韩国一档育儿类纪录片《我金子般的孩子》中，就曾讲述过一个超雄家庭的无奈。妈妈金善雅在怀孕做检查时，发现腹中胎儿患有基因缺失，和正常人女性为 XX， 男性为 XY 不同的是，她的孩子的染色体为 XYY。随后医生便告诉她，孩子患有超雄综合征，这是一种仅影响男性的基因变异性疾病。金善雅得知孩子有基因缺陷，决定克服困难，把孩子抚养长大。于是这位名为金子的孩子便出生了。由于先天性带有超雄基因，金子的体格大小就比同龄人壮实，脾气也格外暴躁。在幼儿园时就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，到了小学阶段已经是年级一霸，不仅对周围同学大打出手，老师的管教与劝阻也被他当作耳旁风。脾气上来时，连老师也成了他的出气的对象。无奈之下，学校只能劝退金子，但他对此并不在乎，回到家后依旧对妈妈和姥姥大打出手，抓着妈妈的头发就往地上摔，朝妈妈动过手术的腿狠踹，以至于妈妈的腿在1年前后动了10次手术。姥姥心疼女儿，多说了她几句，就被她骂得犯病昏厥。除了喜欢对其他人使用暴力，金子狠起来连自己也不放过，砸家具，用头撞墙自残也就罢了，甚至她自己的头发、眉毛、眼睫毛也全部被她拔下来吃了。当金善雅带她去理完发，露出她秃噜的额头和隐约可见的眉形，以及伤痕累累的眼脸时，就连观察室的专家都直呼暂停，表示看不下去了。然而天不怕地不怕的金子心里也有惧怕的人，这个人便是他的爸爸。只因在教育问题上，爸爸主张严厉管教金子的言行。不过父亲自己也很清楚，金子只是暂时怕自己，毕竟年幼的他根本打不过壮实的父亲。可身为母亲的金善雅却觉得儿子生来就命苦，需要给他更多的包容和理解。教育观念不同，导致这对夫妻间时常爆发矛盾，最后选择了离婚。那么难道带有超雄基因的孩子真的就是天生罪犯吗？2016年《天生变态狂心理学家的脑犯罪之旅》一书出版，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的神经科学家詹姆斯·法隆。他在研究心理变态者的脑部结构时，意外地发现自己的脑部扫描与心理变态者的脑部结构高度相似。起初他认为这个是个巧合，于是就把这件事情当作笑话讲给母亲听。但随后他从母亲这里得知了一个惊人的家族秘密，原来詹姆斯家族在过去几百年里曾出现过多个知名变态杀手，其中包括杀妻弑母、种族屠杀、连环奸杀的罪犯。而法隆也回忆起自己儿时虐待动物的行为，也经常对弟弟妹妹使用暴力。不过好在父母及时发现并进行了干预，用足够多的关注和爱来引导他，这才让他避免成为了恶魔。可见所谓的超雄基因，充其量只是某个人潜在的犯罪倾向。一个人最终是否会步入歧途，更多的取决于他所处的外部成长环境以及家庭对他的影响。唐氏儿也好，超雄综合征也罢，在家庭教育方面，父母应提前做好心理准备，以及对孩子进行心理干预和做一些特殊的教育。而这一点，周周的父亲做到了。从唐氏儿到天才指挥家，再到如今养鸡场的工作人员，整个过程中，周周的父亲胡厚培从来都是陪在他的身边，没有放弃过他。从先天的条件看，周周是不幸的，但能遇到胡厚培这样的父母也是幸运的。他虽然不是我们熟知意义上的天才，但至少在唐氏儿的世界里，他的确是个难得的天才。